巴黎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开幕式将于7月26号举行。当地时间14号，奥运会火种经过2个多月的传递，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开始最后阶段的传递。 当天正值法国国庆日，奥运会火种在国庆日阅兵仪式中亮相，随后开始在巴黎的各个著名地标间传递。钢琴家郎朗也受邀作为火炬手完成火炬传递。当天，郎朗一身运动套装，边奔跑边与粉丝挥手打招呼。我非常兴奋的啊！今天这刚跑完火炬，跑完以后啊，感觉现在浑身都放开了。然后今天晚上弹拉赫玛尼诺第2钢琴协奏曲，估计会灵感爆棚。然后呢，给我们的 中国国家队啊，体育健儿们加油！祝你们在巴黎大胜！当晚，一场绚丽的烟花表演在埃菲尔铁塔璀璨绽放，在庆祝法国国庆日的同时，迎接奥运圣火。烟花从塔身4周迸发的夺目光彩，伴随着音乐，将这座古老的地标建筑点缀得星光璀璨。 为了准备此次活动，埃菲尔铁塔于7月14号起对公众关闭，并于7月15号下午2点重新开放。 据了解，从1888年起，每年7月14日国庆日在埃菲尔铁塔燃放烟花已成为惯例。奥运火炬在巴黎的传递将持续2天，预计总传递路程接近60公里。届时，巴黎市政厅广场也将举办庆祝活动，迎接奥运火种到来。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26号到8月11号举行，奥运火种将于7月26号抵达奥运会开幕式现场，点燃奥运主火炬台。 备受关注的中国乒乓球队也于7月14号晚启程前往法国备战巴黎奥运。出征现场，马龙、王楚钦、樊振东、孙颖莎、陈梦、王曼玉与送行的教练、队友们一一打招呼。队员们还都特意剪了全新的发型。现在心情挺激动嘛，也挺开心嘛，能够再次踏上这样的一个舞台，还是非常心里非常兴奋，非常激动吧。其实我觉得能够穿上这身战服啊，我觉得还是无比的骄傲吧。然后也希望自己确实，因为先到了还有一段时间的训练嘛，希望自己还是尽快的调整自己的时差还有状态。 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一些时间，国乒到达巴黎后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和安排。因为我们现在到达巴黎之后，在这1个星期的时间里头，应该会主要是第一调时差，是吧？第2换一个环境，什么时间进入到这个训练营，什么时间进春，是吧？进春之后几天的热身，达到比赛，都是在整个教练组这个一个比较系统的体系里边来去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届时与中国乒乓球队一起亮相巴黎奥运会的，还有中国制造的彩色乒乓球台。球台以黑色为主调，粉色为配色，采用了彩虹状曲线底座。球台采用自带芯片的可变灯光系统，在运动员出场和赛后营造出独特的氛围。球台的台面工艺也进行了技术优化，让球台的摩擦弹跳效果更佳。表面有高分子一个特殊处理，所以球杆摸上去啊， 像冰滑一样啊，很滑的，是最新的技术。特朗普于当地时间15号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了足够多的党代表票，被正式提名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当天还宣布已确认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詹姆斯·万斯作为他的竞选搭档。 历时4天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15号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揭幕。在前总统特朗普上周竞选集会遭枪击受伤的阴霾下，大会先为枪击遇害者默哀。Thank you. 各州的共和党代表随后轮流出来公布特朗普所获票数。到佛罗里达州代表出来公布时，累计票数刚好足够让特朗普正式获得提名资格，代表共和党角逐入主白宫。特朗普次子埃里克在兄长小特朗普及妹妹蒂法尼陪同下宣布有关消息。特朗普亮相大会前，在社交平台宣布，担任俄亥俄州参议员不足2年的万斯会是他的竞选拍档。万斯现身大会会场接受各界祝福。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特勤局将为万斯提供适当的保护。而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麦克约翰逊当天也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提名特朗普和万斯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Let's make it official. Accordingly, the chair announces tha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having received a majority of the votes entitled to be cast at the convention, has been selected
as the Republican Party nominee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特朗普13号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未遂刺杀，右耳受伤。但他按照原计划于14号抵达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参加15号到18号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特朗普预计于18号正式接受提名。 在会场外有大批民众聚集示威，表达不同诉求，包括要特朗普为自己犯过的罪行负责。还有关注安全问题的示威者认为，当局没有因应特朗普遇袭，明显加强安保。值得注意的是，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出生于1984年，2022年当选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并于2023年1月宣誓就职。他曾经是特朗普的激烈批评者，但此后成为了这位前总统的盟友。 万斯曾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那年批评对方，6年后他却在特朗普协助下当选成为参议员，更一直公开支持特朗普，并在多项议案上投其所好。例如，在今年较早前就对援助乌克兰投反对票。 据报道，特朗普原本对副总统候选人一直犹豫不决，直到其长子小特朗普近日极力推荐万斯，说万斯真正相信特朗普的政纲，特朗普才最后决定。特朗普上月底在首次电视辩论前透露，他已拿定主意副手人选，不过没人知道是谁，包括副手本人。特朗普选择的首要标准是此人是否有能力在他结束第2个任期后接班。My gut says he's kind of leaning towards Doug Burgum again, just as a governor, someone who can be very strong. He has a very strong presence, but is not someone who's going to be outshine former President Trump,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thing. I think it is the risk of Marco Rubio. He can, when he turns it on, he can really shine and garner a lot of attention. J.D. Vance has shown that he's pretty savvy in terms of drawing attention himself. Doug Burgum's a little more under the radar. 另外2名热门人选包括北达科他州州长伯格姆，以及从政几10年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反华急先锋卢比奥。在特朗普公布人选前不久才获通知不会成为竞选拍档，而获特朗普选中的万斯预计会在17号晚发表演说。拜登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对特朗普选择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为竞选拍档不感到意外。It's not unusual. He's going to surround himself with people who agree completely with him. Have a voting record. I support him. Even though if you go back and listen to the things that J.D. Vance said about Trump. 谈及特朗普遇刺，拜登表示不知道事件会对选情产生什么影响，但重申不会退选。他说自己虽然年老，但只是较特朗普年长3岁，思维仍然十分敏锐，而且他任内3年半内所做的工作较任何一位前总统都多。有分析称，拜登在搞砸了首场电视辩论后，实际上有很多次机会弥补和挽回形象，比如接受多家知名电视媒体直播专访，以及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的个人记者会，但都没能如愿。也有舆论认为，特朗普遭遇枪击案是只飞入美国大选的黑天鹅，对于拜登竞选团队来说未必是坏事，因为他帮助转移了焦点。现在，拜登和特朗普都争相传达团结信号。拜登在特朗普枪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小时内就撤下了竞选电视广告，并暂停了其他的政治宣传。一系列快速反应在舆论上也收获了一定程度的好感。Try to unite. Of course, we know, though, that this comes at a point when this country is deeply, deeply divided. The president, though, trying to lower the political temperature. Shortly after that, late last night, the president did finally connect with Donald Trump, the two of them speaking on the phone in a call that's been described to me as good, respectful, but short.